退役老英雄被迫重新上岗，为一件制服惨遭线下殴打。我是瓜皮儿，鹰眼前情提要。上回说到，少女凯特自小被鹰眼启蒙，10年磨一剑，只为向他看齐。结果凯特阴差阳错地得到了巴顿在浪人时期的制服，误被老仇家当作本人满城追杀。正陪孩子过圣诞节的巴顿不得不卷入其中。You're a Hawkeye. Who the hell are you? Kate Bishop. You're a kid. My God. Look it. We got to get you out of here. Come with me. Come on. I saw a dead body This way. back there. Which Don't worry comes up about it. We'll first? talk about it when you get there. 暂时脱离了运动服帮的追击，凯特第一次跟偶像近距离接触。粉丝见面无非2种情况：紧张到说不出话，紧张到让对方说不了话。巴顿的心里是崩溃的。回到公寓，披萨当了把称职的看门口，巴顿直接让他交出衣服，一刻也不想多留。为了防止凯特真实身份暴露，他还需要知道更多细节。于是乎，慈善拍卖会、阿曼德3世遇害、运动服帮围攻，这些事儿没有隐瞒地告诉了巴顿，并表示自己全程戴着面具。巴顿肯定不能说自己就是浪人，但委婉地告诉了凯特这制服的危害等级。凯特刚在他面前保证了自己没留任何证据，紧接着楼下就传来了运动服帮的叫喊声。公寓的门牌最终还是出卖了他，伏特加燃烧瓶猛往房里灌，巴顿和凯特也相继发起了反击。大火已经蔓延，制服的位置就有点尴尬了，一次尝试无果，巴顿选择放弃制服，先保全活人呢。巴顿需要一批物资来度过眼前的危机，凯特已经期待起了他的鹰动。I'm not gonna lie to you, Hawkeyes. Bit of a letdown. Sorry to disappoint you. 巴顿倒也想到一个，那也和实力不允许啊。凯特领着他躲到了莫伊拉家中，这大婶算是小有来头了。总之，躲在这里，2人暂时是安全的。巴顿交代女孩包扎伤口、消毒清洁，完事自己就离开了这里。他趁黑重返了火灾现场，并假扮消防员混入其中。在公寓里好一顿寻找，也没找到制服。意识到东西可能丢了，巴顿也不敢停留啊。走之前瞥见了真人 RPG 的广告贴纸，心到无聊之后消失在了黑夜里。回到莫伊拉家时，凯特刚刚跟妈妈报了平安，巴顿静下来给自己处理伤口。凯特还一副聪明绝顶的样子，用冷披萨消肿，还能给披萨准备吃的。他表示狗子的代号就是披萨了，就跟三明治伯爵一样。今天常见的三明治就是以三明治伯爵命名的，据说还是此人发明了三明治。这不重要，巴顿只看见他处理伤口的方式错了，手把手教他该怎么操作，才能让伤口快速愈合。消毒杀菌是重中之重。对于毁了巴顿圣诞节这事儿，凯特也很内疚，但他实在没啥办法弥补。巴顿对这些东西不计较，待不了多久自己就会离开。偶然间刷到一个视频，小伙子穿的正是浪人制服，发的那种中二视频，着实让巴顿睁不开眼，恐怕这个假期要延长了。他连忙赶回酒店，让孩子们先打飞机回家。小儿子还有心的学了点手语，让巴顿心里一暖。可女儿早发现了他额头的伤口，他真心希望父亲能和家人过一次圣诞节。巴顿表示自己肯定会准时回家过节，搁别处他还就是个 flag。但上次巴顿这么说的时候，死的还是没子弹快的快银呢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新闻上才刚刚报道了阿曼德3世遇害，有目击者称看到了神秘人，这和拍卖会的忍者被联系到了一起。浪人回归的消息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，不到24小时，凯特就被当成了凶手。他将巴顿申请回家，老妈是开安保公司的，一定程度上能保护自己。求了半天算是说服巴顿，结果路上真鹰眼没被认出来， cos 玩家倒是被人包围了。巴顿只能讽刺他是饥饿游戏大表姐。凯特想给鹰眼营销下，看人家其他复仇者都有噱头加大知名度，巴顿太低调了，苦大仇深那套早已过时了，现在流行坦诚相待，当个逗比偶像才是财富密码。巴顿就在一边啊，对，他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了凯特，只能是紧急情况联络求救，因为如果今天不出意外，拿到制服后自己就回家了，等于是最后一次见面。回到了自家公司，凯特没来得及跟母亲解释，雅克就从一边走了过来。有了阿曼德3世的事儿，凯特怀疑雅克就是杀人凶手，不过这股敌意雅克不在乎，他已经想好了要做一个完美的继父了。今晚掌勺，3口人在家里吃一顿，凯特果断答应，他倒要看看雅克是不是凶手。与此同时，巴顿顺着之前的那个网红资料，一路追到了真人 RPG 的活动现场远远的就看到浪人在中二，他希望工作人员通融一下，让自己进去跟对方聊聊。但这里有这里的规矩，非玩家之外不得入内，
哪怕是鹰眼也不行。巴顿无奈的只能报名参加，这个那个的游戏规矩他也不太在意，能接近浪人就行。结果进入人群后，巴顿就玩嗨了，燃烧起来了，中二之魂呐！巴顿一路过关斩将，杀到浪人面前，直接丢下2个选项：一，被我打得满地找牙，再拿走制服；二，交出制服，跳过挨打的步骤。男人果断选择了第3条路，让鹰眼在这样游戏里败给自己，够吹一辈子的了。想着越快越好，巴顿就给脖子架了过去。结果这人要求还极高啊，他必须是让鹰眼全力以赴，最后一击再败给自己。一时间，这场决斗引来了所有玩家围观。NPC 端着空气，非得让巴顿喝瓶强化药水，这让他有点不自在了。战斗很快打响，为了让决斗更加真实，两人设计几场对刀的戏码。最终，浪人一个横扫斩杀鹰眼，上演我杀我自己。事后，他也遵循承诺把制服给了巴顿，同时万分感激今天的配合演出。这美好的一天会影响他的一生，也能看出巴顿本身玩得也很开心呢。男人告诉巴顿：“我叫格瑞尔。”两人互相道别。大功告成，巴顿要回去陪家人过节了。当然，在此之前，他必须除掉运动服帮，否则凯特以后的生活无法安宁。凯特这边闲了下来，发了一条骚扰短信给巴顿，对方马上就来了电话了：“你为何要给派出所发短信？”凯特定眼一看，短信被警方截获了，目的是询问火灾的事儿，他只能尴尬的狡辩着。晚饭时间，凯特跟雅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继承家产后，雅克说话都有底气了。凯特知道对方是个剑术爱好者，想要用兴趣来讨教一二，也算是增进未来父女的感情了。随便玩玩，雅克肯定答应了。这一探让凯特失望了，雅克似乎还真就只是个爱好者，又或者说对方在放水。凯特步步紧逼，一个侧攻击又拿下了雅克，惹得雅克连连夸赞他身手不错。这态度反而激怒了凯特，直呼对方刻意隐瞒。他在双方都摘下面罩的时候突然袭击，雅克轻松化解，然后靠打趣来中和现场的气氛。这回轮到艾莉诺发飙了，他跟雅克都劝凯特别瞎掺和，凶杀案由警察处理，黑帮袭击又不用担心，家里干安保公司的绝对安全呢，就老老实实快快乐乐的当个富二代多好啊。然而你懂的，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呀。雅克想跟孩子和解，于是拿出了3式太妃糖，只看了一眼就让凯特慌了起来，他赶紧离开了家。此时巴顿为了解决掉运动服帮，直接来了手自投罗网，这帮人果断给鹰眼绑架了，甚至都没有想过为何如此顺利。这边凯特连续给巴顿打着电话，他有重要线索要跟巴顿说，结果接电话的人一嘴毛味，预感不妙的凯特动用家里的安保系统，顺利追踪到了巴顿的位置。巴顿这边已经羊入虎口，这帮人正在讨论着如何解决鹰眼，然后再去杀了神秘的凯特，想跟他们聊点事儿都费劲呢。巴顿申请见帮派老大，这让他们毛兴大开啊！我们绑架了你，你还要跟我们谈条件？巴顿只能把手抽出了，绑着还真有点累，吓得众人直接掏枪。天花板传来异动，很快凯特啪的一下就进来了，而且来的正是时候，两人被绑在了一起。男人回屋找了老大，此女叫回声。本集登场的莫伊拉是个伟大的女人，她因舍命救下复仇者而成为了团队里的荣誉成员，有点像神探夏洛克里的房东太太。第二便是格瑞尔，这个人就跟表面一样，看着憨厚中二，但故事的中期他被小丑卡奇杀害了。最终登场的回声似乎又给我们来了个烟雾弹，他跟夜魔侠马律师关系匪浅，又和金并有着血海深仇，但谁知道后面会怎样呢？而披萨狗上期我们没提啊，也是因为第2集他才有了名字。这狗在漫画里被运动服帮折磨，后由巴顿巧用披萨将其救出，也为后面的冒险中为巴顿和凯特带来了不少的欢乐。鹰眼前2集逗逼拉满，没有任何的紧张感，暴风雨前总是宁静的。以巴顿立这 flag 死别人的技能来看，最后准时回家过节跑不了了。死的是浪人，跟我鹰眼有啥关系？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